你以为蚊子只是叮一下，痒个几分钟？错了，有种病毒会让你高烧好几天，关节痛到走不动路，而且它现在就在我们家门口出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小观察大大检验，我是主持人一检视 QQ。最近的国际新闻里，屈公病又成了焦点。中国广东佛山市在短时间内新增多起确诊病例，累计感染人数已经突破历史同期纪录。这个消息特别值得台湾关注，因为广东与台湾的距离很近，加上国际旅游与商务往来频繁，让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有更高的跨境风险。那么，屈公病到底是什么？它为什么会让各国卫生单位这么紧张呢？屈公病由屈公病毒引起，属披膜病毒科，它与东部玛瑙炎病毒和西部玛瑙炎病毒同属甲病毒属。屈公病毒最早在1950年代被科学家从患者血液中分离出来。当时是在非洲东岸的坦尚尼亚爆发了一场不明热性疾病疫情，许多患者出现高烧、剧烈关节痛和肌肉酸痛，甚至痛到必须弯着腰走路。当地使用的马孔德语中有个词叫做 chikungunya， 意思就是痛的弯腰。这个名称后来就成了这种病毒与疾病的正式名称，也成为流行病史上一个非常生动的注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屈公病毒是在1952年被科学家首次分离鉴定，但早期文献指出，这种病毒极可能在此之前就已在人群与蚊子之间流传。由于当时检验技术尚不成熟，再加上屈公病初期与登革热在临床表现上非常相似，许多案例可能被误诊为登革热。文献中甚至提到，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些所谓登革热疫情，回溯研究后被认为其实符合屈公病 chikungunya 的表现，而且当时并无实验室方法能准确区分两者。屈公病的主要病媒蚊是埃及斑蚊与白线斑蚊，两者在台湾均有分布，主要在早晨与傍晚活动，喜欢停留在人类住家附近的积水容器中。当这些蚊子叮咬了已感染屈公病毒的病人，病毒会进入蚊子体内，先在中肠复制，接着穿过肠壁到达唾液腺，整个过程约需2到9天。完成后，蚊子便具备传播能力。当带毒蚊再次叮咬健康人时，病毒会随唾液注入皮肤，先在皮肤的免疫细胞中迅速复制，然后进入血液循环，扩散至全身器官。病人在发病前2天到发病后5天之间，血液中病毒浓度高，若在此期间被未感染的蚊子叮咬，病毒就会进入蚊子体内并重复上述过程，形成在人与蚊子之间不断循环的传播链，推动疫情扩散。说到确诊，医院会用几种方法检查屈公病。第一种是用 RT-PCR 或是 real-time RT-PCR， 这是直接找血液里的病毒遗传物质 RNA， 就像是在寻找犯罪现场的指纹，准确又快速。第二种是血清学检查，检测患者血液里针对屈公病毒产生的 IgM 或 IgG 抗体，这些检验帮助医师确认病情，也协助卫生单位追踪疫情。感染后症状通常很快出现，像是突然发高烧，烧了好几天不退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严重的关节痛，特别是在手脚、膝盖、脚踝这些关节，痛到走路都困难。还会伴随头痛、肌肉酸痛、皮肤起疹子、淋巴结肿大，有时候还会恶心呕吐。虽然屈公病死亡率不高，但这些症状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，特别是关节痛，有些人痛上好几个月甚至更久，让日常生活大受影响。目前没有特效药能根治屈公病，治疗主要采取支持疗法，重点在于控制发烧与疼痛，处理脱水及提供器官支持，并避免失能，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恢复。患者需要多休息，多补充水分，并可使用退烧止痛药，例如乙酰氨酚 acetaminophen 来缓解发烧和关节疼痛。但务必避免使用阿司匹林，因为它可能增加出血风险，对病情不利。预防方面，最有效的方式仍然是防止被病媒蚊叮咬。大家要做好个人防护，像是使用含地的防蚊液，穿着长袖衣物，居家装设纱窗纱门，睡觉时用蚊帐等。环境治理也很关键，务必清除积水容器，让蚊子无法滋生。尤其去屈公病流行区旅游时，一定要随身携带防蚊用品。近年来疫苗研发取得突破。2023年，美国核准首款屈公病毒减毒活疫苗 XTIG 适用18岁以上成人。2025年，病毒类颗粒疫苗 Vimkuny 获准上市，适用12岁以上青少年与成人。两种疫苗均只需接种1剂，
目前尚不建议追加剂。尽管如此，疫苗供应与普及度有限，日常防蚊措施仍是最有效的防护策略。目前全球驱弓病疫情正持续升温，不仅中国广东佛山病例激增，印度、巴西、玻利维亚、阿根廷等多个国家也出现大量病例。大家在国际旅游时务必做好防蚊准备，避免被感染。回到台湾后，也别忘了持续保持居家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，降低病媒蚊滋生和叮咬的风险。驱弓病提醒我们，传染病不仅存在于医院，更可能潜藏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。随着气候变迁与全球化加速，病媒蚊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大，这些原本只在热带流行的疾病，正逐渐跨越国界，成为全球性的威胁。提前了解并积极预防，远比疫情爆发后才慌张应对来的重要。请大家重视防蚊工作，保持居家环境整洁，并且随时关注相关疫情资讯。也欢迎订阅小小观察大大检验，按赞并分享这支影片，让更多人一起了解驱弓病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我是医检师 QQ，我们下次见。